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峰老師，大家都叫 AI 峰哥。平常在企業裡教大家怎麼把 AI 變成生產力。這個頻道我用最白話的方式，一本一本把經典好書拆給你聽。今天先問你，開會的時候有沒有發現，最後拍板的常常是聲音最大或職位最高的那個人，而不是最懂的那一個？上一集我們聊到要頭腦開放，要聽不同的意見，但開放不等於誰的話都照單全收。如果每個意見你都一視同仁，最後反而會被最大聲的人帶着走。所以這集達里歐教我們一多重，要有方法。這個方法叫可信度加權，意思是做決定時不該把每個人的意見都當成一樣重要。誰在這件事上比較可信，他的意見就該被放大，而不是誰大聲誰位置高就聽誰的。那可信怎麼算？達里歐說，看2個條件。第一，他過去在這件事上有沒有成功的記錄。第二，他能不能把背後的推理清楚地講給你聽。光是很有自信講得很大聲都不算數，記錄跟邏輯才算數。為了把這件事做到極致，橋水甚至做了一個 APP 叫 Dot Corrector。開會的時候，大家即時互相評分，系統在按每個人的可信度，把所有意見加權彙整起來，誰在哪方面比較行，當場一目了然。這很有意思，因為它既不是老闆說了算，也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，它是一種可信度的民主。你的意見有多少分量取決於你在這件事上有多可信，做出來的決定品質高太多了。但這裡也有一個最容易被忽略卻最重要的點，叫做可信度加權，也包括認清你自己在哪些事情上其實不可信。在你不擅長的領域，要懂得閉嘴，把權重交給比你更行的人。這個不是示弱，這是真正的成熟跟聰明。而你身邊不一定有那個 App， 但你有 AI。當你收集了一堆說法，吵成一團的時候，可以把它們全部丟給 AI， 請他幫你按可信度整理，到底哪一些是有根據、有邏輯的，到底哪一些只是情緒跟立場，讓你不被最大聲的那一個牽着鼻子走。我覺得這個觀念在今天特別重要，因為資訊太多了，每天一堆人跟你說這個趨勢、那個機會，這個一定要買。不會加權的人會被淹沒，會被收割；會加權的人則是能夠抓得住真正重要的訊號。所以啦，做決定別再只問誰說的，要問這個說法可信嗎？他憑什麼？把可信度當成一把尺，你會發現，很多原本讓你猶豫的選擇答案突然變得清楚。達里歐把它簡化成3種情況：一，如果對方比你可信，閉嘴，好好問，好好學；二，如果你比對方可信，自信地做決定，但還是聽聽他的理由；三，如果勢均力敵，那就好好討論，光是先搞清楚現在是哪一種，你就不會亂吵。最常見的陷阱就是別被頭銜唬住了。職位高不代表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可信。一個很厲害的工程師的主管談行銷未必比你行，比你懂。要對事不對人，看的是這個人在這件事上的真實記錄，不是他的名片。可信度加權，你的 P 一個檔次。下一集我們要聊一個会讓你脫胎換骨的轉念，叫做大部分人覺得很煩的問題，在達里歐眼裡其實是藍亮。我是阿峰老師 AI 峰哥，這集有幫助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。想讓團隊把 AI 用起來，歡迎找阿峰老師做企業培訓，資訊欄都有。我們下一集見。